九天神袍大能者缓缓闭上了自己的双眸，似乎在感受着来自银河诞生之初时九天之力的全貌。然而，随着他眼睛的闭合，周围的空间似乎都随之彻底的凝固，天地间的气息骤然紧张，仿佛一切万物生灵都在这一刹那屏息凝视。萧炎的目光如电，紧紧锁定那即将席卷而来的九天之力。空气仿佛被燃烧了起来，万火音波源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炽热的火焰如同他的怒焰，将周围的空间照耀得一片赤红。就在这时，银河之初的最深处，那一股更为古老而强大的神秘力量彻底的爆发，它携带着改变天地规则的神明之威能，向着萧炎无情的压来。那是混沌初开时的力量，古老而又强大，它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都颤抖起来，仿佛要回归到最初的虚无状态。就在两股力量即将碰撞的瞬间，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轰轰，然后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打破沉寂，万火音波源与毁灭九天之力在天穹之上交织成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两者的力量在空中碰撞交融，爆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是希望与绝望的碰撞，是新生与终结的交锋。天地颠倒，空间破碎，原本稳定的一切开始变得扭曲，万物的颜色逐渐失去，仿佛被吸入了一个无尽的黑暗漩涡。萧炎能感受到那些旧有之物在他眼前一一化为飞灰，那些曾经的辉煌与美好，在新规则的诞生之际显得如此的脆弱不堪。他的心中涌现出一丝悲凉，但更多的是坚定。面对这即将彻底毁灭一切的滔天巨浪，萧炎毫不退缩。他的身影在火焰漩涡中愈发显得高大，仿佛要与这股毁灭性的九天之力正面抗衡。他知晓，即便是身陷绝境，也必须燃起最后的火焰，为守护住大家的安危，争取最后的希望。万火音波源与毁灭性的九天之力在天际交织，仿佛是新旧时代的交替，是毁灭与新生的交响曲。萧炎在这激战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无力感，但他并未放弃，因为在那火焰中，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是一个全新世界的诞生。万火音波源如同怒涛般汹涌澎湃，其烈焰般的红与震耳欲聋的轰鸣交织成一幅震撼人心的图景。萧炎站在战场之中，面色凝重，他的每一次反抗都如同螳臂挡车，无力改变大局。九天之力，神明至上，那是一股连天地都要为之让步的神明威压。当九天之力降临，所有的力量都显得微不足道，仿佛星辰在日月之前也不过是尘埃。这股力量是什么？居然可以强大到连万火音波源都能够将其吞噬。萧炎眼中的火光逐渐暗淡，心中的战意和希望被无情的蚕食，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将他的意志推向深渊。九天之力张开无形的天网，将万火音波源逐渐的吞噬，甚至逆转其中的规则，使之成为助长他威能的燃料。萧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仿佛连呼吸都变得艰难。在这九天之力面前，自己的力量不过是沧海一粟，什么大道神力都将被分解化为虚无。给吾死！九天神袍大能者的声音如同来自天穹之上的神谕，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毁灭。萧炎的身体被这道声音穿透，从内到外都感受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压迫。他的大道神力以及火焰之心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抗衡对方的九天之力。随着九天之力的临近，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毁灭的气息，萧炎仿佛能感受到那股力量穿透身体，将一切生命之火熄灭的冰冷。这一刻，萧炎感到整个世界的一切万物都已不复存在，因为在对方的规则中，那乃是终结的变数。萧炎的气息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急速减弱。就在此刻，苍穹之上，一声蕴含着神圣威严的呼喝震荡长空。牧尘以自身8座原始法身合归一，瞬间诞生出一座新的法身。这道新的法身集合了8座原始法身之长，玄奥至极，威能无穷，视为目前最强大的法身。太初世界体。随着太初世界体最强的法身出现，整个空间都被这太初世界体所散发的无尽光芒照亮。由太初世界体所施展出来的最强法身力量，光圈呈现8种颜色，各自散发出无比古老的原始太初以及玄妙大道的波动。八祖化魔环。声音如同滚雷般在天地间回荡，紧接着一道绚丽无比宛如火焰般的8色灵光自天而降，天河倾泻，直冲向那道九天神袍的大能者。九天神袍大能者似乎未曾预料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那遍布压迫感的身躯在8色灵光的照耀下瞬间变得暗淡，仿佛被无尽的光芒吞没。这一幕正是之前萧炎与牧尘经过精心策划的计划，如今终于得以实施，正中那道九天神袍大能者的要害。随着九天神袍大能者的身影消失在那8色的灵光之中，萧炎身上的压迫感被抽离，他面容上的狰狞之色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再次燃烧的战意，焚神六火。随着萧炎的战意燃起，他再次施展出了焚神诀的焚神六火，他的瞳孔从深邃转为神圣的金色，仿佛蕴含着太阳的光辉，金色的力量在周身涌动，闪耀着神圣而炽烈的光芒。
他身上的气势瞬间从大道后期主神飙升到大道巅峰主神的层次，神威恐怖至极，汹涌澎湃，让所有众人的心灵都为之颤抖。金色的力量不断汇聚，形成一股看不见的风暴，将萧炎全身包围。他的身体似乎在这一刻变得透明，金光之中隐约可见古老神圣的符文在闪烁，那是大道的痕迹，是天地间最玄妙的力量。萧炎的气势犹如实质，连周身的空气都因他的力量而扭曲，波动的气流让他的衣衫猎猎作响。尽管沐尘以太初世界体轰出的最强一击，猛烈如流星的撞击在九天神袍大能者的身上，但想要击败他还远远不够，必须再加上自己的极限力量，或许才有机会击败对方。想要让自己的实力再次提升，那么就需要自身两个大道合一的方法，才能够让自己的力量瞬间飞升到大道极限的神境领域。于是，在金色力量的包裹中，萧炎仿佛与天地合一，与大道同源。他的身影在金光中变得模糊，直至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片耀眼的金色光芒。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股力量所震撼，无法言喻的强大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两个独立的大道在这那金色光芒中爆发，如同星河倾泻，融合成一片璀璨的玄妙至极的光道。这股全新力量的诞生的既强烈又神秘，宛如天地初开大道诞生时的一丝玄奥曙光，仿佛可看见大道最初的样貌一般。两道合一，大道溯源。萧炎低沉之声响起，身上的波动愈加剧烈起来，在他的体内激荡膨胀，直至达到一个临界点。随之而来的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仿佛山河破碎，天地重新开裂。在成功融合了两个大道之后，在全新力量的包裹下，萧炎终于站在了大道极限主神的领域。神元宫的众人以及盘龙和两位神殿殿主目睹了这一幕，特别是那两位神殿殿主。萧炎小兄弟居然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自身的大道力量提升到大道极限，这根本是无法做到的事情，可他依然成功了，好恐怖的天赋。他们无不心生敬畏，萧炎的身影在金色神圣的光芒中显得愈发高大，他的实力宛如深不可测，或许真的可以力挽狂澜。大道曙光出现，大道溯源，一缕玄光洞穿虚空，直指九天身影大能者所在的空间。虚空在这一刹那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裂，而那恐怖的毁灭之力如同怒涛狂澜，将一切拦路之物摧毁无疑。而沐尘的最强之力八祖化魔环古老而神秘，其内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原始太初力量，与萧炎的大道溯源极限力量相结合，形成了无与伦比的毁灭冲击波。在众人的注视下，萧炎和沐尘仿佛化身天神，他们所展现出的力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种由心而发的敬畏与震撼。轰轰，虚空的破碎声在天地中回响，萧炎和沐尘的身影在毁灭能量的冲击光中愈发的伟岸高大，他们的每一次动作都似乎能够左右周遭的世界，引得空间本身都在站立。这场战斗已经达到了大道的极限，唰的一声，战场被一层能量的白光笼罩，根本看不清任何景象。待得白光消散之间，萧炎和沐尘并肩立，望着刚刚那片狂风暴雨、地动山摇的战场，虚空中残留的光芒如同星河倒悬，萧炎和沐尘的最强之力的气息仍在虚空中回荡，久久不肯散去。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力量足以撕裂天地，让万物为之毁灭，就算对方的实力再强大，都难以逃脱这一次的力量冲击。然而就在萧炎和沐尘以及现场众人的目光投去在那片刚刚历经浩劫的虚无之中时，所有人的神色在下一秒皆是面露目瞪口呆之色，他们的眼睛似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景象。那道熟悉的身影逐渐的显现，仿佛是历史长河中一抹诡异的倒影。他的身姿挺拔，一袭长衫在光芒的照耀下显得分外耀眼，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身上竟然没有丝毫的伤痕。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竟能在他们二人联手施展出极限力量的攻击下，依旧毫发无损？萧炎和沐尘两人的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以及一丝不安。什么？他居然没受伤？在萧炎沐尘小兄弟的极限全力输出下，还是没能伤害对方？对方究竟是什么来的？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的声音中满是震惊与不幸，他们刚刚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萧炎和沐尘施展的最强之力乃是已经达到大道巅峰以及大道极限，他们的这一招都足以让天地变色，万物毁灭。但眼前的那个神秘大能者却如同不死之神，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难道对方已经可怕到直接生吃了大道溯源和八祖化魔环的所有攻势吗？